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侦茶君普文。今天又到了普文讲茶的一个时间啊。从今天开始，普文将做普洱茶一个专辑，关于如何判别普洱茶好坏的一个专辑。我们从干条开始为大家讲解普洱茶一个干条，我们如何来判别它的好坏。眼前就是有两款茶，普文特地挑选了这两款茶，从叶底上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分，为了方便给茶有一个更好的对比那我们如何从干茶的这一部分就能分辨出这个茶值不值得喝，值不值得去品鉴这是一个什么类别的茶如何来分呢？我们将通过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讲解。首先第一点，我们通过干茶来辨别茶树的一个生长环境。那我们怎么来辨别呢？普文给大家讲4个点，比较重要的4个点。第一点，芽头细小大家看一下这两款茶芽头都比较细小细长。芽头细小的相对来说海拔相对较高，它的生长环境来说日夜温差相对来说较大。但是有一类茶它是例外的，比如说普洱茶当中的一个西归茶，它是3岩质土质的一类茶，它的芽头相对来说也很细小，但是它的海拔又不高。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条形又能看到它地域的平均气温，平均气温越高，这个茶青的白毫会少。只能说同一个树种同一个地域同一个树种，海拔越高，日夜温差越大它也会让这个白毫越少。第3个点，我们可以通过茶青的叶面大小它的瘦长不瘦长，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海拔的高低和日夜温差大不大。日夜温差越大，茶青的叶面越瘦长，芽头越细小。干茶当中又能看出的第4点，生态越好越优质，它的芽叶瘦小，而且它的条索，大家看一下这个条索看上去它的明度不高，但是它油亮程度很高。大家看一下这些茶条的油亮程度都高，而且它的叶子老嫩不一，并非这个茶的白度特别好，就看上去特别白净的那种。白色的大芽头一定是低海拔的产区。好，现在我们再来讲从干茶能判别的第2个部分，就是能判别制作工艺。我们怎么来判别？看干茶怎么判别制作工艺大家先来看这2款茶，一个条索细小一点瘦长一点，一个条索扁一点这个从干茶上就能看出这个茶柔茶的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轻，这个柔茶的一部分比较重。从条形的弯曲程度、揉紧的程度我们呢可以分辨左边的那个茶，这个茶是采用手工揉的，这边的茶是采用机制揉的，所以它的条形揉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统一。这个条形相对来说不统一，叶面扁平的会比较多。好，从干茶上又能看出制作工艺的第2点。普文找一个像这一类这个茶条，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有一些白点和一些起泡的那种感觉真实的看茶条它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点。这个茶条的来说的话，就是杀青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与锅过度接触的一个过程，所以造成了一个起泡的一个过程，因为锅的温度太高。从这个方面能看出来这个整体如果是这样的点比较多茶条上点比较多，那说明一个问题，锅温比较高像这个茶它的匀准度相对来说比较好，只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说它杀青之后经过挑拣，还有一种它的杀青温度不是特别高。从干茶来看制作工艺的第3点，如何我们从干茶上能看到它的一个汤凉的时间，普洱茶制作的时候一个汤凉的时间大家看一下这个条形跟这个条形相对来说这个叶面不是很均匀，这个有黄片之类的，这个是未经过挑拣。但是从它的颜色当中
我们能分辨出来它的汤凉时间的长短相对来说这个茶的汤凉时间它会比较长这个茶的汤凉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汤凉时间长的这个芽颜色相对来说会转向偏黄，像这一类叶子它的干涩程度你看上去的干涩程度就比较高，因为这个是杀青之前汤凉，茶青里面的含水力决定了它出来之后部分色泽是怎么样的，整体的色泽是怎么样的。干茶看制作工艺的第4点我们可以从干茶条上回推到看它的采摘情况如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茶，它有可能是1芽4叶这个采摘是1芽2叶的采摘有断条可能1芽3叶像这个明显就是1芽2叶的采摘，跟这一款来说它是正常的1芽3叶采摘，它的采摘它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能从中看出它采摘的不同。但往往参差不齐的一种采摘工艺的话，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它的采工实在太差，第二种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单株类的采摘，因为单株它的一整颗产茶量决定了它用什么样方式的去采摘。如果是正常工艺不是单株类采摘，我们都会采用标准的1芽3叶采摘，而且海拔相对较低的茶树它的采摘标准率相对来说较高，海拔越高的茶树它的标准采摘率越低。好，从干茶看制作，我们讲第5点，这个第5点又回到了一个揉茶的环节大家看，揉茶越紧的茶基本上不是通过手工来揉的，揉茶越松的茶基本上是通过手工来揉的，越好的茶都是通过手工来揉制的，等级越低的茶就会通过机器来揉，机器来杀青。基本上我们从干茶上可以去判断这个茶值不值得喝，合不合适喝普文今天的视频就讲干茶的一部分，怎么去做一个判别，不要以为参差不齐的像这一类就不值得喝，这是均匀度很高的，认为它的做工一定很好就值得去喝，不是。在普洱茶的世界里面，有可能是采摘越不好的越高端，这是一个正常的道理。而且普洱茶越崇尚手工，手工制作的茶确实要比机器制作的茶有灵魂。你越懂茶，你越偏向于手工，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喝茶的一个过渡。但普文并不是说机制的茶不好，它也有好的，但是在普洱茶的制作当中，在普洱茶的生产当中，越金贵的原料都会采用手工来制作，因为茶真的有灵魂。好，今天的关于如何从干茶来判别能不能喝的普洱茶，值不值得去喝的普洱茶的一个视频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对普文的支持，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知识，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自己。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